洪武之治铁血奠基，永乐盛世万国来朝，大明本应一路高歌登顶。可谁能想到，承上启下的仁宣之治，往下连接的却是昏君泛滥，奸臣当道，宦官专政。仁宣之治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又给明朝留下了怎样的祸根？这一切要从朱棣病逝说起。公元1424年，朱棣在第5次北征漠北的归途中病逝。病重前，他留下遗诏，传位长子朱高炽。彼时朱棣病逝于行军途中，消息绝不能泄露，一来怕敌人突袭，二来怕次子朱高煦、三子朱高燧趁机谋权篡位。万幸的是，随行的那个大臣杨荣与大学士金幼滋临危不乱，密不发丧。杨荣快马加鞭进京密报朱高炽，金幼滋则维持日常礼仪，稳定军心。还用荣西制城内官，防止尸体腐化，为防泄密灭口了至关工匠。朱高炽得报后当机立断，加强京城治安，派儿子朱瞻基出京迎丧。朱高煦未察觉异样。朱高炽于1424年8月顺利登基，避免了皇位内斗。朱高炽即明仁宗，与后续继位的儿子朱瞻基共同开创了仁宣之治。朱高炽当上皇帝后，治国非常有经验，因为朱棣在位期间南征北伐，一直都是朱高炽坚守紫禁城帮他打理朝政。当年朱棣的大修工程，五征漠北，西下西洋，导致明朝财政极其紧张，这些巨大的物资消耗，最终都转嫁到了广大百姓身上。所以当时朱高炽不仅要保证政权稳定，还要稳定民心，为朱棣提供充足的财力支持。说通俗点就是儿子挣钱老爹花。在这种长期的历练下，朱高炽坐上皇位后经验十足。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组内阁。朱棣设立内阁时，只给大臣们建议权，但朱高炽改革后，内阁成为了真正的智囊团，所有内阁成员都被封为一品高官，真正参与到国家大事的决策中。同时他还允许内阁兼职，只要有能力和精力，既可以做内阁大臣，还能继续担任原有官职。再加上这些官员的品德都经过朱高炽精挑细选，朝廷霎时间充满了一心为民的大臣。朱高炽做的第二件事是赦免靖难一顾。当年父亲朱棣登基后，出于巩固统治的目的，对建文帝朱允炆的遗臣们实施酷刑，他们的后代在当时也饱受折磨，所以朱高炽一上台就宣布大赦令，赦免了许多朱允炆时期被迫害的家属，还给予他们妥善安置。第三件事是宽刑平狱。朱棣时期的刑法非常严苛，朱高炽上台后便进行大幅度调整，面对死刑犯的案件，必须经过4到5次审核，避免一切冤假错案。第四件事是他仁义的最好体现。朱棣五征漠北，七下西洋，耗费了国家大量财力，经济得不到发展，百姓还受苦受累，所以朱高炽颁布了停止下西洋的命令，宣布与民休息，减少对外战争。同时他还大幅度减轻赋税，大力推动农业发展，积极赈灾，免除受灾地区的赋税。他还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开设铁眼，兴办警盐，这使得明朝经济迅速恢复，老百姓安居乐业。朱高炽的这4项举措，为仁宣之治、仁宣盛世开了个好头。但可惜的是，就在一切势头向好时，公元1425年，登基未满1年的朱高炽在清安殿猝死，享年47岁。明史评价他性情仁厚，勤政爱民。他临终前还留下遗诏，要求山陵制度无从检阅。朱高炽驾崩后，遗诏传为皇太子朱瞻基。朱瞻基生于1399年，12岁被立为皇太孙，15岁随朱棣出征漠北，深得祖父喜爱。1425年朱高炽驾崩时，朱瞻基正在应天，得知消息后迅速赶回北京。与此同时，朱棣次子朱高煦妄图效仿父亲朱棣夺位，在应天回北京的路上厉兵秣马，设下埋伏，全力截杀朱瞻基。可朱高煦连人影都没见到，京城就传来了朱瞻基登基的消息，这意味着他再次夺位失败。1426年8月，朱高煦再次以靖难为名起兵谋反，朱瞻基亲征讨伐，朱高煦不敢出战，躲在乐安州束手待毙。城内守军纷纷倒戈，朱高煦最终弃降。朱瞻基将其贬为庶人关押，但朱高煦在关押期间受不了地位的落差，多次挑衅朱瞻基，最终朱瞻基忍无可忍，下令将其烹死。处理完朱高煦的叛乱后，朱瞻基开始专心治理朝政，仁宣之治的宣正式拉开序幕。他在位期间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放弃了父亲朱高炽将帝都迁回应天的想法，依然保留北京为帝都，因为这里是他从小成长的地方。他和爷爷朱棣一样，对北方边境情有独钟。同时，他延续了父亲的德政，明朝政局愈发稳定。他积极完善内阁，
沿用父亲时期有能力的那个大臣，比如杨荣、杨士奇、金柚子等人，采用票拟制度，让大臣们直接参与决策，使得皇帝内阁六部紧密联系在一起，工作效率和质量大大提高。更重要的是，大臣之间各有所长，各抒己见，互相补充，君臣关系十分融洽。政治上站稳脚跟后，朱瞻基也大力改革经济。他统治期间依旧延续父亲体恤民情的政策，后人评价他皇宫九处，四天理三农，这个评价相当之高。他继续推行洪武以来的招人垦荒政策，对遭受蝗灾水灾的地区减免赋税，只为让百姓安居乐业。除了政治和经济，国防上朱瞻基主要采取安抚、议和与缩边防守的策略。当年爷爷朱棣虽然打下了安南，但安南始终暴乱不断，于是朱瞻基决定先与安南议和，再承认其独立。虽然此举有损明朝国威，但让国家每年省下大笔军费。对于北边的蒙古，朱瞻基既防守又安抚，一方面优待蒙古降将，另一方面对侵扰边境的蒙古人以驱除为主，不主动发动攻击。这样的处理方式让边境地区相对和平稳定。在朱瞻基的治理下，这一时期被称为仁宣之治，也是明朝三大盛世之一。因这一时期跨越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两位皇帝，便以仁宣二字命名。朱瞻基治国能力出众，可他的一项决策却给明朝埋下了致命隐患。他极度宠爱孙贵妃，不惜违背大臣意愿废掉元皇后，成为明朝首位废后的君主。此外，他对窦戌曲情有独钟，后人也因此称他为戌曲皇帝。皇帝的喜好本无可厚非，但身边宦官为迎合他刻意跟风，渐渐获取了他的信任。此后，朱瞻基愈发纵容宦官势力，特意在朝中设立内书堂，指派翰林学士教导宦官读书识字。这一举措直接赋予了宦官参政的资本。宦官集团中的司礼监秉笔太监更是获得了代皇帝批阅奏章、处理政务的权利。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祸国殃民的王振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。他是一位祸国殃民的大太监，由朱瞻基一手扶持，还被任命为皇子朱祁镇的老师。朱祁镇一直尊称他为先生。明朝后期的阉党刘瑾、魏忠贤等人之所以能祸乱朝纲，也是因为这一政策的延续，让他们有了干政的机会。不过只要朱瞻基活着，王振就不敢有任何异动。但公元1435年，38岁的朱瞻基英年早逝，7岁的朱祁镇登基后，王振便彻底掌握了实权。从此，大明王朝的裂痕越来越大，让明朝由盛转衰的罪魁祸首王振，终于有了兴风作浪的舞台。接下来的土木堡之变，真的要让朱元璋和朱棣的棺材板都压不住了。下期咱们就讲讲朱祁镇和王振主导的土木堡之变，看看朱祁镇是如何将朱家的脸面丢得一干二净。